台湾特战圈最近丢出一颗震撼弹，外号水鬼的海龙蛙兵，还有被称为梁山山鬼的梁山特勤队，这两支最神秘、最危险、最能打的特战部队，居然已经在10月悄悄改立，整个被拉进同一个系统，而且最快明年元旦就要以全新战力投入运作。台湾魏时模要在此时此刻动这么大的棋，魏时模要把两支风格完全不同、任务极端危险的特战部队放在一起呢？军事专家一句话说破理由，因为共军的威胁已经逼台湾不能只守海岸，而是要把防线推到更外面100公里外的地方，也要能打。据军事消息人士透露，台湾特战力量近期已完成一次重要整并，原属航特部的101两栖侦察营，外界熟知的海龙蛙兵，以及擅长山地高风险任务的梁山特勤队，已在今年10月正式移编，统一纳入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。整并将于明年元旦正式完成，届时所有作战任务、人力与直管系统都会进入新架构。这不是简单的换招牌，而是任务重分配、作战理念重设计、兵力再集中。海龙蛙兵会水下渗透，可做海上侦察、爆破、登陆前导。梁山山鬼擅长山地反恐、高风险突穿、反斩首任务。这两支本来就各有千秋的部队，现在等于被拉到一个能集体调度的作战平台之上。军方内部的说法只有一句：未来的战不会等到敌人爬上沙滩才打。为什么要整合？答案藏在海岸线之外100公里。专家指出，台湾的海岸线防御纵深，早已不是海军、陆军传统兵力能完全覆盖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中共的登陆方式变了。北京正推行所谓的超越地平线登陆，也就是两栖舰艇不必靠近台湾，距离60、80甚至100公里外就能投送部队。这种打法有2个可怕之处：传统防卫火力根本打不到，登陆部队不是一排排船靠岸，而是从天上、海下快速跳岛式，当敌军发现时，突破早已形成。于是台湾的防卫也被迫转变。军方开始思考，既然拖到上岸才打会太慢，那就往外打。这背后就是台军新战略的核心：滨海决战，把战场推出本岛，把敌人挡在海面、海底，甚至是外海战略节点。海龙蛙兵与梁山特勤队整合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今年9月，金门的海龙蛙兵营本部突然完成移防，搬到澎湖。10月马上改编制，直接归入特指部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澎湖的位置是整个西南海域的天然跳板，从澎湖出发，可以更快在西南海域拦截共军特战渗透，还可以对外海的共军舰队提供幽灵式侦察，更能支援滨海决战的第一线任务。简单来说，澎湖变成了台湾海上特战中枢。这一切并不是台湾自己突然灵光一闪，真正的源头是美军2022年成立的滨海作战团 MLR Marine Littoral Regiment。MLR 的核心任务是高机动、分散部署，在第一岛链执行前沿阻敌任务。MLR 能远距侦察、布置反舰飞弹、渗透敌前，在狭窄的西太平洋环境中打一种新的海上游击战。台湾正面临同样的环境、同样的威胁，于是台军开始同步调整。当共军喊出超越地平线登陆后，台湾的回应就是滨海决战加特战前推。海龙蛙兵与梁山特勤队的整合，就是要打造台版的跨域特战模组。未来，台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正式成型，他的责任不是守滩线，而是24海里内的所有敌情全部打掉。也就是在敌军靠近本岛前，机动反舰、水下侦察、敌军特战拦截、前沿打击、外海封锁。海龙蛙兵加梁山特勤队正是这个框架中的前线尖刀。一旦进入全面作战阶段，这两支部队的任务会变得异常危险，同时极为关键。一、敌前渗透，在共军大型舰队靠近前，提前埋伏、侦察、标定位置。2、敌后破坏，实心对沟，切断补给线，实心对沟摧毁指挥节点，实心对沟破坏雷达与通信系统，让共军整个进攻节奏被打乱。3、夜间狙击与突击任务，对共军的前进阵地、机动指挥所进行精准消耗。4、与无人系统协同，利用水下无人载具、无人机群做目标指引。
简单来说，他们不是守，而是猎，目标只有一个，不让共军有序推进，把他们的进攻节奏越拖越慢，越打越乱。海龙蛙兵与凉山特勤队的整合，不是行政调动，不是军种重分配，而是台湾在面对中共军力升级时的战略大换血。如果未来真的爆发冲突，这两支部队会是最早接触敌人、最深入敌后，也最难被看见的一群人。在新的滨海作战概念下，台湾不再等敌人登陆，而是把决战往外打。特战力量将成为整场战役的节奏破坏者。这就是今天特战大改组背后最重要的真相。台湾共有8支特种部队，各有任务，包括凉山特勤队、黑衣部队、宪兵夜鹰队、空降特战、海龙蛙兵、两栖侦搜、水中爆破与水下作业等8大单位。其中凉山、黑衣、夜鹰3队最为神秘，而凉山特勤队更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其外观也极具辨识度，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字能形容：黑。黑色战术服，黑色装备，脸上还罩着黑色的卡普龙防弹面罩，整支部队看起来宛如从黑暗中现身的影子，这也是他们被称作山鬼的原因。1987年10月29日，台北县阳光街爆发一起震动全台的大规模监狱暴动，黑帮囚犯集体绝食抗议，全监沸腾，警备总部介入，反而激怒了整座监狱，场面一下子失去控制，整座监狱陷入大规模的暴乱与骚扰。面对全台最凶悍黑帮的集体暴动，台湾政府紧急调动3支特种部队：宪兵夜鹰特勤队、陆军凉山特勤队、海军陆战队特勤队。其中，凉山特勤队作为第一波突入部队，直接在狭窄通道与囚犯肉搏，近身对打，夺器械，以人墙突破。这是第一次黑帮分子真正明白，街头再能打，也不是特种部队的对手。这次行动也让国人首次知道，台军竟藏着如此强悍的秘密武器。凉山特勤队成立于1980年，驻地位于屏东马家乡凉山村，因此得名。它是国军唯一同时具有陆、海、空3栖作战能力的特种部队。要加入凉山，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，要求极为苛刻，至少服役5年以上，能驾驶汽车、船只，甚至小型飞机，能在100至1000公尺精准狙击，能在奔跑中射中300公尺外的目标。家庭3代不能有黑道背景，不能有刺青，智商至少110，体能、格斗、射击各方面都要全满。光是第1轮审查就能刷掉大部分人，通过资格后才刚拿到入场券。接下来是16周魔鬼训练，从高强度体能、战斗技术、攻坚、狙击到高空跳伞、山地作战、水下渗透，最后还要进行3年期的第3阶段特战训练。等这些都完成之后，还必须与海军陆战队、两栖侦察大队等多兵种联合参加天威测考。只有成功通过这项全程模拟实战的考验，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凉山特勤队员。即便成为正式队员，训练依然没有停止。凉山队员每年都要接受17天野外求生测验，在没有补给、仅靠极限负重的状况下，完成300公里山区脱逃，还要持续进行攻坚、敌后渗透与极限射击等训练。这群人不只能战，也能活，这种能力让他们在任何地形都能如鬼魅般出没。装备方面，凉山特勤队配备的武器同样精良，包括 MP5、M4、T91 突击步枪、M21、T93、M24 等狙击枪，还包括 M82A1、M82A3、M107A1 等大口径重型狙击枪。他们拥有高空伞降装备、夜视器材、潜水渗透装备及专业攻坚器具，配上全黑战斗服与卡普龙面具，可说是台军最具识别度的精英。凉山特勤队的实战记录同样亮眼。除了1987年的阳光街监狱暴动，2015年高雄监狱劫持事件中，也是凉山特勤队成功营救人质。2009年莫拉克风灾时，道路全毁，山区孤立，凉山特勤队分50组，深入50个受困部落，救出3000名村民，再次证明他们不只是尖刀，也是救命的力量。在各项特战竞赛中，凉山特勤队屡获第1名。2018年，一张黑鹰直升机上射手操作 M107 重型狙击枪的照片曝光，更是震撼全台。
空中狙击难度极高，需克服风切、震动、光线、空间限制，能做到这一点的部队，全球都寥寥无几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台湾人认为梁山特勤队的战力能与美国海豹突击队相比。虽然两者定位不同，但梁山特勤队在陆、海、空三领域的综合实力，的确让他们成为亚洲地区少数能做到全域特战的部队。他们不张扬、不曝光，但每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，那些全身黑衣、戴着防弹面罩的山鬼，永远是最先冲进黑暗的人。而当梁山山鬼负责陆上渗透与反恐时，有另一支传说级特战力量，则专精于海上无声逼近，那就是整个台湾军中最神秘的水下作业部队——海龙蛙兵。在台湾的所有特种部队中，有一支名字听起来安静，但真正走进战场时，却比任何人都致命。他们没有华丽的肩章，没有高调的仪式，却在深夜的海面下决定一场战争能不能打得下去。他们就是被外界称为水鬼的海龙蛙兵。只要提到海龙，军方内部会立刻浮现三个词：冷、黑、安静。因为他们真正的战场不在陆地，不在天空，而是在看不见的深海。在一般人熟睡的夜晚，他们正穿着接近0度的海水，在浪与浪之间无声前进。海龙蛙兵的任务从来不是耀眼的正面突击，而是阴影之下无声无息的渗透。他们负责在战争爆发前最危险的那一刻，潜入外海侦察敌舰，测量潮汐，勘察滩岸登陆条件，甚至在完全黑暗的海底安置爆破物与标定器。一旦某一天战争真的来临，所有前线火力与特战小队是否能顺利接近敌人，常常取决于这群人在前3天、前3小时，甚至前3分钟做了什么。要成为海龙蛙兵，真正的门槛不是体能，而是意志。在训练中，他们必须在全装备状态下完成数公里的夜间海上长泳，抵达目标后还要能立刻展开作战，要能在冰冷海水中静止数小时，只为避开敌方搜索。要能在昏暗的水下利用触觉拆雷破坏障碍物，也必须熟悉爆破、潜水、侦搜、无声登陆、水下载具操作等10多种技能。训练强度被外界称为亚洲地狱级，但在海龙内部，这支被视为入门。如果海龙蛙兵只会水下前行，那还称不上真正的特战。他们的任务往往需要在海陆两栖转换，自海面渗透上岸作战，伏击敌军，再从山林或海岸线撤回。同时他们也具备近战、枪械、爆破与人质救援等技能，这让海龙人常被称为海里上来的陆战特勤。许多国家称拥最将的是海豹 SBS、GIGN， 但在国军内，海龙就是最接近那个层级的部队之一。虽然他们行动极少曝光，但台湾的几次重大事件都能看到海龙蛙兵悄悄留下的影子。不论是水下爆破支援、海上反渗透任务、灾难现场的水下搜救，或是与美军、日军、澳洲等盟军的联合训练，海龙蛙兵总是在贴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下磨练自己。他们熟悉的不是步兵的道路，而是一般人从来不会注意的潮流、水压、海底地形与夜色下的海面声纹。如果某一天真的需要进入敌后，破坏码头、摧毁登陆障碍，或为更大型的特战部队开路，海龙会是第一个出现在黑暗里，最后一个离开海岸的人。他们的存在就像战场上的前置钥匙，没有他们的渗透，后续的攻坚、炮击、空中打击甚至可能无法顺利展开。你可能永远不会在新闻看到他们，但每一次海上安全演练，每一次登陆计划，每一次特战演习，都少不了海龙的影子。而在所有台湾特战部队中，最能象征沉默力量4个字的，就是这支在深海中呼吸、在浪花间战斗的暗影部队。这就是海龙蛙兵，台湾海上最冷静、最坚韧，也是最危险的深海特战力量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